辉瑞事件几乎全国受骗，我们到底有没有人会打舆论战和认知战？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呢，一个视频传遍全球，真是比《流浪地球2》传播的都快啊！就是关于有人暗访辉瑞的所谓主管，说辉瑞为了疫苗搞的那件事儿。结果我看了一下网络的反应，各大央媒、各个省级的国有官方媒体纷纷转发，各路大 V、各路自媒体是集体出击下场，纷纷都说这下实锤了。但是我又要说了，光是这个又我都不知道说多少回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再说一遍。全国媒体又一次被人玩了一遍。关于这个所谓揭露辉瑞那个团体啊，那个视频呢，有几个要素我们可以说道。这个视频是美国一个反疫苗反社会的团体自导自演的。这个反疫苗团体的背景是美国极右翼势力，就是接近共和党红脖子，疫情期间反对戴口罩那种。他们暗访的那个名叫做 Walker 的所谓辉瑞的黑人男性主管，经过环球时报的核实查证，连身份都是伪造的，因为辉瑞公司就没有他所说的这个部门。而他所谓的这个实锤，也就是研究判断病毒变异方向的那段话，其实是全球所有医学科学机构，包括中国的疫苗研制企业，都在投入大量精力，都在做的一件事儿。而拍摄这个视频的组织偏偏又是一个积极的反华的组织，多次污蔑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了新冠病毒。而这次这段视频最后又让这个男性的假主管说创造新冠病毒这事儿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干的。所以这个视频一出来，恰恰是美国大批反华的媒体欢呼说找到了中国制造病毒的实锤。而我们的媒体在干什么？从上到下众志成城，互相抄袭这段被人为篡改过、删减过的视频，把一个恶毒攻击中国的近似邪教的组织吹捧成了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把一群洋骗子当宝贝捧在怀里边，大家是亲了一遍又一遍。所以观察2天下来啊，我有个感觉，也有个感叹，中国还有可能吃很多亏，而且是吃自己人的亏，并且会吃的一遍又一遍。要不要我们再回忆一遍这2年我们吃的亏有哪些？俄乌战场上，从最高层次媒体开始传播王小伟编的谣言，马里乌波尔地下室有大鱼，这段谣言把多少专家送到了坑里，至今都没法埋呀。当初还有大批的官方媒体传播说瑞士科学家拿出了病毒溯源的证据，最后发现这个所谓的瑞士专家其实是从金科拉化肥弹上抠的照片。前一段时间还有人把柳叶刀主任发表的观点拿出来说是实锤了，说这个主任勇敢揭露了美国，但实际上这个学经济出身、1天生物学都没学过的主任洋洋洒洒写一堆文章，目的是要指责武汉病毒所创造病毒。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国内各个媒体把这位攻击中国的主任的言论经过裁剪篡改之后，当成自己的战友进行了吹捧。所以我也想知道，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能够引导全社会认清谁是敌人，能够引导舆论应对威胁和挑战的媒体？自媒体也就算了，尤其是那些国有媒体啊，那是政府的喉舌，代表党跟中央的脸面呢。编辑干嘛去了？主编干嘛去了？工作纪律还在不在？各个新闻管理部门又发挥了什么作用？社会责任心还有没有？为了抢时间，为了抢流量，是不是要把国家跟民族的利益都当成牺牲品？我就特别想搞清一件事儿，最后要是他们把政府的公信力挥霍光了，他们这些媒体人是不是根本就不心疼？有人说这是为了打舆论战，问题是这种所谓的舆论战给敌人任何伤害了吗？拿着敌人给的假枪、假子弹、假情报打冲锋，是不是打算在舆论战中笑死敌人呢？土房哥俞北辰那个210%，是不是打击大陆的舆论战呢？而我们媒体现在这种浮躁，根源又是来自于一部分受众。现在天天说美国人的话一句都不能信的是这些受众，而千方百计维护几个洋骗子，把揭露骗子的辟谣一律骂成给辉瑞洗地的还是这些人。所以这已经体现了某些病态心理在全网广泛的蔓延，而这种病态、这种反制基本已经到了美国人看口罩里的金属条都认定是中国5G 洗脑天线的状态。
我们的受众在冲动之余，为什么不想一想？新闻反转多少次了，为什么就是不长记性？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念经的时候，曾经有太监在边上称颂，说老佛爷念一遍《金刚经》就能杀洋兵1名。现在面对各路假消息，我们也不妨看看各路媒体，看看评论区的评论，看看身边自己的亲朋好友，是不是我们这些媒体还有我们身边这些受众已经互为慈禧，互为太监？